我都有点不敢相信，鸡哥居然找到女朋友了。刚刚試图把女朋友带回去，結果那只小母雞膽子很小，看到我之後，它們直接飛走了，就躲在這裡面。剛準備從這裡回去，這只鴨子看到我下來，它也飛下來了。哦，又來一個！現在聽到在竹林裡面叫，但是太茂密了，看不到。這下面我擔心有蛇。所以說，等一會兒我們看一下，他會不會把女朋友給拐回去。這兩只鴨子都跟過來了，趕緊跑，又想咬人。我的天哪，這鴨子太能飛了吧！這一只飛着飛着掉到別人油菜地去了。這春天到了，你們的飛行能力都這麼強悍嗎？都是來咬我的。我先回去，鴨子等一會兒肯定知道自己回家。誒，隔壁的又養小豬了，這兩頭小豬眉清目秀的，可惜啊，一到過年，它們就成了美味了。再見，小豬。這狗子啥時候也跟在後面呢？這我現在的一舉一動都被這幫小動物給監視着在。3號已經自己回去了，我看到它了。另外一只鴨子也回來了，難怪這麼久，它都沒有飛。好了，回來我就放心了。回來之後等了好久，小雞也沒有把他女朋友带回来，又不知道去哪裡了。我發現他找到小母雞之後，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了，最少應該有5、6天沒看到了，也沒叫過。今天突然又出現了，然後那個白房子後面有一群小雞，我懷疑有可能在那裡拐的。哎，不回來算了吧。我今天都已經把雞哥給忘了，沒有想到剛剛他又回來了。我突然就發現他了，正在和我家的雞哥打架嘞。他拐的那一只小母雞始終是沒有看到，可能躲起來了。這要是真的和那一只野的小母雞配對成功了，我估計很快就要繁殖下蛋了。到時候別帶一群小雞回來，我可招架不住啊，太吵了。不過可能性不大。以前他每天都会回來打卡，最近有的時候2、3天看不到，有的時候1個禮拜你都看不到他。越跑越遠，以後野性會越來越強。我現在都不和他接觸了，等一會兒打完架，可能就會自己跑掉，不管他了。雞哥回來打了個架，可能輸了，又灰溜溜的跑了。前段時間有人給我發私信，想買走雞哥，3000、5000的都有，不能賣啊，還是讓他回歸大自然。我心裡是最高興的。我還是好好的養我這幾只雞哥，養到過年，不又是一道美味嗎？好了，也祝放生的雞哥以後都能活得好好的，沒有吃的回來找我。晚上我說來看一下科爾鴨自己孵化的小鴨子啥情況了，結果發現母鴨子有一條腿伸在外面，它可能是怕把小鴨子給踩到了，這個小鴨子正好在它腳的這個位置，所以它把腳伸到後面去的。小鴨子自己出來了，現在晚上的溫度挺低的，所以有的時候我還是要過來看一下，以防它跑到別的地方去凍死了。看起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，保暖措施做得相當到位。走了，我也睡覺去了。白天的溫度還挺高的，讓他們出來溜達一圈。希望那2只公鴨子不要咬他們的孩子啊，也不知道是誰的。這不是我孵化的，就是不親人吶，看到我就跑，一直跟着母鴨子。母鴨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，這是一個跟屁蟲。你們2個不要欺負小朋友啊，肯定是你們的孩子，其中一個。溫柔一點。剛說完不到1分鐘，3號在這裡扇了一下翅膀，小鴨子嚇得掉下去了，母鴨子都快急死了，到處找，掉到這下面去了。這個小鴨子也非常慌啊，第一次出來就出這種事兒，看來還要我下去把它給抓起來。你媽媽都快急死了。在這裡趕緊去吧。說來也奇怪，不是我孵化的小鴨子，這2只公鴨子居然不咬它，相處的還特別和睦。不過本來就是他們的孩子，母鴨子把它帶着到處跑，我看着都挺着急的，畢竟小鴨子剛出生沒2天，也挺危險，掉哪溝裡面就起不來了。你看
這個位置，母鴨子直接上去了，小鴨子肯定是沒辦法的。母鴨子還不知道孩子已經丟了嗎？回来了。所以我之前就說嘛，这个母鴨子帶孩子還是相當靠譜的。這隻母鴨子正在教這個小家伙上樓梯的，但是很明顯小鴨子太小了，嘗試了無數遍，還是上不去。母鴨子又回來了，它一遍遍的教小鴨子，告訴它，哎，是這樣上去的。但是你就不考慮一下小鴨子的身高嗎？小鴨子也是特別倔強，已經跳了幾十次的，我相信它能跳上去。哎，上去的哦！母鴨子都準備再一次過來教它，結果它自己跳上去的。目前小鴨子還是太小了，讓它們玩一會兒，把它們放到鴨窩裡面去。現在豆芽正在孵蛋呢，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哦。豆芽還啄這個小鴨子，你趕緊走吧，又要換班了。孵蛋的話，還是這一隻鴨子比較靠譜一點，還有2顆蛋，估計還要幾天就出殼了。這個家伙好怕人哦，還給鴨媽媽。晚上我說來看一下科爾鴨自己孵化的小鴨子啥情況了，結果發現母鴨子有一條腿伸在外面，它可能是怕把小鴨子給踩到了，這個小鴨子正好在它腳的這個位置，所以它把腳伸到後面去的。小鴨子自己出來了，現在晚上的溫度挺低的，所以有的時候我還是要過來看一下，以防它跑到別的地方去凍死了。看起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，保暖措施做得相當到位。走了，我也睡覺去了。白天的溫度還挺高的，讓他們出來溜達一圈。希望那2隻公鴨子不要咬他們的孩子啊，也不知道是誰的。這不是我孵化的，就是不親人吶，看到我就跑，一直跟着母鴨子。母鴨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，這是一個跟屁蟲。你們2個不要欺負小朋友啊，肯定是你們的孩子其中一個，溫柔一點。剛說完不到1分鐘，3號在這裡扇了一下翅膀，小鴨子嚇得掉下去了，母鴨子都快急死了，到處找，掉到這下面去了。這個小鴨子也非常慌啊，第一次出來就出這種事兒，看來還要我下去把它給抓起來。你媽媽都快急死了。在這裡趕緊去吧。說來也奇怪，不是我孵化的小鴨子，這2隻公鴨子居然不咬它，相處的還特別和睦。不過本來就是他們的孩子，母鴨子把它帶着到處跑，我看着都挺着急的，畢竟小鴨子剛出生沒2天，也挺危險，掉哪溝裡面就起不來了。你看這個位置，母鴨子直接上去了，小鴨子肯定是沒辦法的。母鴨子還不知道孩子已經丟了嗎？回來了。所以我之前就說嘛，這個母鴨子帶孩子還是相當靠譜的。這隻母鴨子正在教這個小家伙上樓梯的，但是很明顯小鴨子太小了，嘗試了無數遍，還是上不去。母鴨子又回來了，它一遍遍的教小鴨子，告訴它，哎，是這樣上去的。但是你就不考慮一下小鴨子的身高嗎？小鴨子也是特別倔強，已經跳了幾十次的，我相信它能跳上去。哎，上去的哦！母鴨子都準備再一次過來教它，結果它自己跳上去的。目前小鴨子還是太小了，讓它們玩一會兒，把它們放到鴨窩裡面去。現在豆芽正在孵蛋呢，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哦。豆芽還啄這個小鴨子，你趕緊走吧，又要換班了。孵蛋的話，還是這一隻鴨子比較靠譜一點，還有2顆蛋，估計還要幾天就出殼了。這個家伙好怕人哦，還給鴨媽媽。感覺小鳥已經出殼了，我們來看一下。還真是嘞，有一隻已經出來了，另外一隻在出來的路上。這個殼啄得好整齊哦，不需要任何輔助啊。我之前就說過，除了有一部分科爾鴨需要人工輔助，其他的基本上不用干預，它們就能自己出來，也不排除有個別情況
所以說在孵化這方面，品種不一樣，情況不一樣，一定要去區別对待，不能說看到別人孵化科尔鴨去輔助，你去孵化什麼你都要去輔助去剝殼，那是不对的啊。在小鳥出殼以後，很多鳥會選擇把這個蛋殼給吃掉，或者說帶出去給丟掉，但一般丟的地方都不會很遠。母鳥出去丟蛋殼去的，這兩隻小家伙毛茸茸的，有一隻出殼比較早的，母鳥應該已經餵過了，嗉囊都鼓鼓的。小鳥在剛出殼的時候，保溫措施一定要做好，所以我就來找了一下他們的父母，估計孵蛋好久沒有洗澡了。今天終於有時間，他們兩個搞一下個人衛生。洗澡的這一隻就是公鳥，感覺長得比母的好看一點。這是出來逛了一圈不想回去了，我感覺我都替你們着急，看來需要我手動送他們回家呀。母鳥終於進窩了，看起來應該還是挺靠譜的，沒啥問題。就這一隻公的，總感覺有點不靠譜。不過有一隻靠譜的母的，總體來說問題不大，是不用擔心的。這玩意兒只要開始繁殖，後面會一窩接一窩的，到時候會和那一對鴿子一樣，數量越來越多。上一窩的小鴿子還養着在嘞，有人說是因為太醜了，所以送都送不掉。現在因為在換毛，所以看起來不好看。羽毛換好之後也挺好看的啊。他们的父母孵化的小鴿子應該也要出生了吧？來看一下。哎呦，這母鴿子用翅膀打我嘞！這個情況100%已經有小鴿子了。來，我看一下，已經被我抓到了，好像還挺大的。這繁殖的速度是真快呀，都已經這麼大了，小鴿子。這是另外一隻，都養得好胖啊。這個母鴿子挺負責任的。公的又不見了，肯定去倉庫了，我找一下。昨天拿梯子的時候忘了關門了，這鴿子肯定在裡面，我就知道它肯定在這裡面。這一個個的公的太不靠譜了，而且它的行為更不靠譜。滾！剛還試圖咬我，走，把你帶去找母鴿子，討要一個說法去。你有翅膀，你就從這裡下去，抄近道。它飛一圈，肯定還會回到這個位置，因為我站在這裡，它一定會過來找我。已經上來了，是吧？這鴿子對待我的感情很特殊。我下來之後，它飛了一圈，就直接落在我的附近，也不去樓頂了，把它丟到窩裡面去。這一個個的公的都太不靠譜了。科爾鴨最後孵化的2枚受精蛋，有一枚這2天就要出殼了，我們來檢查一下。這一次孵化的3枚受精蛋，我之前都照了一下，它們中間差不多都相差5天左右。這一顆蛋最少應該還要5天以上。這一顆馬上就要出殼了，這個小鴨子已經頂膜了，鴨子的嘴巴已經看得到了，內膜已經頂破了，現在就差破殼。這一顆蛋我們還是選擇不輔助，讓它自己順利出殼。晚上再過來看一下。這樣一照，是不是很清楚了？蛋殼已經被小鴨子啄破了一點點。我估計這顆鴨蛋應該孵化週期在23天的晚上，接近第24天了。因為最近戶外的溫度挺高的，鴨窩這裡有的時候還曬得到一點太陽，所以說出殼會提前。早上我又過來看了一下，這個啄殼的範圍越來越大了，但是按照這個速度，最早也要到今天晚上。或者是明天才會出殼，這應該是到了24天的晚上，啄殼的範圍還在增加，但是還是很慢，所以說要不今天半夜，要不明天才會出殼，今天晚上是等不到了。睡覺之前，我又好奇的過來看了一下，看看小鴨子到底有沒有出殼，結果還是這個樣子，變化不是很大，破了一個小洞。明天早上見。早上起來跑過來一看，發現小鴨子已經出殼了。這為啥每一次總是喜歡選擇在半夜的，都不讓我看到是吧？而且這很明顯，這一次是3號的孩子啊，和3號小的時候長得簡直是一模一樣。
看起來这個羽毛還不是很乾，可能是天快亮的時候出殼的。可惜啊，又沒看到。這個是破殼的鴨蛋，還在窩裡面呢，把它撿了丟出去。然後我又去吃了個早飯，回來看一下小鴨子羽毛乾好了沒。如果徹底乾了，去給它搞點吃的。這已經差不多了，等着啊，給你們弄吃的。為了方便，直接小雞飼料泡水，它們3個可以一起吃。不過剛出生那只小鴨子，可能要再過幾個小時，它才會吃東西。這一次科爾鴨自己孵化3枚鴨蛋，2枚都是自己出殼的，沒有任何輔助。不過看它們嘴巴的這個長度，應該都是寵物級的。寵物級嘴巴稍微長一點，所以自己着殼的概率是比較高的。我估計 S 級的還是要輔助，不輔助是比較困難的。而且這2只小鴨子肯定不是一個爸爸，從顏色都能看得出來。現在就等最後一顆鴨蛋了，反正還是不輔助，讓它們自己出殼。這茶葉是撿的呀？茶葉是。我看。然後裡頭有幾個？好像是紅頭長尾山雀的窩，看一下裡面有幾個。剛一個老奶奶給我的，真的是哦，都這麼大了，再有幾天就可以飛走了，太可惜了，被拽下來了，這家伙。看一下還有沒有？哎，裡面好像還有一只，就4只，確定的，就4只小家伙，都這麼大了。感覺真的是挺可惜的。然後具體的情況我剛剛也過去了解了，老奶奶在山上摘茶葉，茶葉樹上面有一個窩，她開始以為是老鼠窩，就給它扯下來了，沒想到發現裡面是小鳥，於是她就把它給帶回來，看一下我要不要。這種鳥外號小熊貓，在我們這邊來說算是非常常見的鳥，冬天一群一群的，喜歡在別人樓頂上偷臘肉吃，挺可惜的。再過幾天就能學飛了。我們給它養大，然後放生吧。這個就是它們的窩。其實懂的人從材質上一眼就能看得出來是什麼鳥窩，但是老人家他們基本上都不懂，誤以為是老鼠窩，肯定是不認識的。先給它們餵點食物吧。這種小型鳥特別不耐扛，所以說一定要食物餵得比較勤一點。爬山實在是太大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想給它帶回去，讓母鳥再餵幾天就可以飛走了，多省事兒。不管你人工怎麼餵養，野化和營養方面都不如母鳥養得好。所以說撿到學飛的幼鳥，一般沒有特殊情況的話，切記不要帶回家。這幾個小家伙我們先養着吧。小型鳥有一個優點，它成長的速度特別快，所以說放生的周期也會比較短，它野化也是比較快的。好了，希望它們都能健康長大。又有3只科爾鴨要出生了，2只異色，1只白色。今天來給它輔助一下。這一只就是白色的，看嘴巴的顏色。這2只全部都是異色的，吸收的都已經差不多了。噴了一點溫水，現在把它的頭給拽出來。好了，這樣就沒啥問題了。拽頭的時候，切記方向不能搞反了，不然的話就不是輔助，那是送人頭了。這一只異色的剛剛也播了一點，然後還是把頭給拽出來。輔助到這一步，基本上就等它自己出殼。第3只異色的也是一樣，現在就把它們放到孵化器，一般到了這個程度，基本上吸收的已經差不多了，最多也就2-3個小時，它们就自己出来了。這有一只異色的，腦袋的這個狀態我看着特別不舒服，輔助一下。今天已經是第25天了。現在就等它們自己出殼，看起來有點虛弱，所以說必須要輔助。這個輔助是根據鴨子的實際情況去實施的。1個小時之後出來2只，看起來是不是很醜啊？先放到保溫箱。另外一只也順利出殼，
現在等它們羽毛乾呢，就可以開始給它們放食物、放水，讓它們自己吃喝。3只小鴨子羽毛都乾了，带出来让大家看一下，感覺一個比一個醜啊。這一只是最醜的，不過你們要相信，小的時候比較醜，長大的一定很好看。所以說它是一個潛力股，我是比較看好它的。這一只小黃鴨長大的是一只白的，過幾天要送人的哦。這2只異色的，我準備給它們養起來，看一下長大的是什麼樣的。我現在對異色的科爾鴨情有獨鍾，白色的反而沒特別大的興趣。最近也孵化了不少鴨子的，所以說有多的全部送給靠譜的兄弟。鴨蛋已經送了10多個出去了，反正都是自家鴨子下的，只送不賣。母鴨子今天把2只小家伙帶出來溜達了，這2個家伙完全就是跟屁蟲啊，母鴨走哪裡它們跟到哪裡。這一只小3號剛剛走路的時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起不來了，母鴨子都快急死了。哎，它自己爬起来了，這該不是要帶小鴨子去爬樓梯吧？完了，被我說中了。它每次出來都要把小鴨子帶着爬樓梯，人家小3號上不去，母鴨子罵罵咧咧的。這個母鴨子又要現場教學的，每一次都是這個樣子。但很明顯，這個小3號是上不去的。它的跳躍能力和小黃鴨真的是差遠了，所以說我感覺它是上不去的。哎，又摔了一跤。哎呀，這個小3號好喜歡摔跤啊！重點是它摔跤的，它要半天才爬得起來。這個母鴨子都快急死了，剛剛還站着在，這躺下的就起不來了。我們在這裡看一下母鴨子是怎麼解決這種事情的，不需要去輔助它們。在母鴨子的鼓勵下，小3號自己最後爬起來了，但是楼梯還是上不去。剛剛小3號好不容易爬起來了，母鴨子又在教他爬樓梯，結果又摔了一跤。哎，這是咋了？對這個爬樓梯情有獨鍾。關鍵是小3號這一次是真起不來了，看來還是要我來輔助一下。這個小3號今天就不適合出門，出門必摔跤，上樓梯也摔跤。還好多數時候它可以自己爬起來，這一點挺不錯的。關鍵是這個母鴨子啊，對這個爬樓梯特別執着，只要是一出來就帶他們爬樓。這個小3號今天又跳又摔跤，現在估計都已經沒有體力了，它都不爬了。這個母鴨子自從孵化出小鴨子，它就不能帶着它們出門，一出門一路上罵罵咧咧的，總覺得有刁民要害它的鴨太子一樣。我不是刁民啊，我只是把它2個孩子放到桶裡面，讓它找不到，僅此而已。還給它吧，不然的話它一路上都罵罵咧咧的，誰招架得住啊？鴨媽媽還是挺負責任的，窩裡面還有一個蛋，玩了一會兒就回去孵蛋去了。這只小黃鴨因為稍微大一點，現在也沒那麼怕冷，所以每一次都躺在鴨媽媽的背上。小3號剛剛出來又跳又摔跤，肯定累了，鑽到鴨媽媽的肚子下面睡覺去了。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枚鴨蛋，這一顆鴨蛋我剛剛照了一下，估計後天就要開始着殼了，也挺快的。到時候看一下是什麼顏色的。你小子今天辛苦了啊！明天出来繼續讓你媽帶你爬樓梯。剛出殼幾天的小鴨子還是比較怕冷的，所以它又鑽到鴨媽媽的肚子下面去了。這只母鴨子真的是挺靠譜的，孵蛋帶娃都是高手。等第3只小鴨子出殼吧。也不知道你是对這只鳥好奇，還是對牛肉好奇。我剛剛給這只鳥餵了一坨牛肉，這狗子就過來了，一直在這裡聞味道，而且還舔舌頭嘞。這是之前別人送過來的一只小喜鹊，長這麼大了，胃口特別大，又餓了。來，這裡還有一坨牛肉，趕緊吃了。吃完就開始拉粑粑，吃飽喝足，讓它曬5分鐘的太陽，看一下它長得快不快。每天都會給它餵點牛肉，主要是餵小雞飼料加煮熟的雞蛋黃。隔壁的貓來了，還舔我的手嘞，這都是聞到牛肉的味道的嗎？都來了，
還是不頂聰明，知道我手裡還藏了一塊。來，趕緊吃吧，貓來了。這狗子也挺有心机的，猫一來，它装作一副我啥都沒吃到的樣子。我手上是真没了。這只貓沒吃到牛肉，不甘心吶，一直坐我旁邊。你坐我旁邊也沒用，剩下的牛肉還沒解冻好，晚點還可以送你一點。說完它就跑了。原來它是找另外一只貓去的，躺在那上面睡午覺嘞。正好他们都跑了，讓這個小家伙出來熟悉一下環境。上一次給大家拍攝的時候，它肚子上面還光禿禿的，現在羽毛都快要長齊了。讓它自己在這裡溜達一下，其實作用不大，就當是一種輔助鍛鍊吧，反正也沒什麼壞處。我就負責在旁邊守護它的安全，以防被一些貓狗直接過來把它給抓走了，那就是一個悲劇了。我說的是一些不明來歷的貓狗，很多都喜歡抓鳥，風險係數特別大，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小心。因為它還比較小，所以讓它活動一小會兒就可以的。要不是今天太陽比較好，我都不會把它給帶出來。然後我現在去給它抓點螞蚱啥的。誒，你從哪兒冒出來的？好，那你就跟着。半路上遇到一個，誒，抓到了。被我封印的螞蚱一個都出不來，不用掙扎了。我感覺這個狗子時刻都在監視我。我隨便一看就發現躲在那裡看着我。走，別人家養的兔子一大群，這種是專門吃肉的，看起來也挺萌的。這大耳賊。路上又遇到一個，哎呦，這麼快的手速它都跑了，不科學。現在這個季節抓到的全部都是這種螞蚱，鳥一般都不是特別愛吃，主要是這種螞蚱比較硬。這種螞蚱你抓到它之後，它還喜歡拿腳踢你，它腳上有刺。不過對於我來說，撓癢癢都不夠。這裡有一只母螞蚱帶了一只小螞蚱，這一看就是爸爸把它們丟棄的，正在帶孩子找爸爸呢。你們不要問我是怎麼知道的，因為這是我編的啊。抓到了，全部帶走，帶他們找爸爸去。一只小蝴蝶居然飛到我身上，被我抓到了。走吧。發現幾只螞蟻正在咬一只土狗，這玩意兒餵鳥挺好的，但是因為有螞蟻，我就不介入了，讓他們自己爭奪。在一個小水坑裡面發現了好多魚呀，說起來我都好久沒有釣魚了，有時間過來盤盤它們。就這個水坑裡面，這裡面魚其實挺多的，要搞一個抽水機把水抽乾了，我相信一定能抓不少。不過這個工程太浩大了，我是搞不了。今天就抓這麼點，帶回去餵喜鵲。先搞2個給它吃一下。這種螞蚱對於它來說太小了，一點感覺都沒有。再來4個，估計是不餓，就吃了6隻小螞蚱。而且這吃了螞蚱力氣變大了嘛，一下就跳出去了。你還是好好休息吧，等一會兒繼續吃螞蚱，還有幾個，夠吃一頓的。瓶蓋鳥還是個蛋，瓶蓋鳥要出殼了。這下瓶蓋鳥真的要出殼了。你們看，瓶蓋鳥已經出殼了，瓶蓋鳥已經入住瓶蓋了，剛出殼就張着個大嘴巴，像餓死鬼一樣。瓶蓋鳥的第一餐吃了一個蛐蛐兒，差點把它噎死的。不過它屬於打不死的小強，沒什麼事兒。瓶蓋鳥出殼的第3天，已經長大了一圈，能吃能喝。瓶蓋鳥出殼的第5天，身上已經開始在長羽毛了，長的速度快吧？你們也不看一下這麼小的塊頭，胃口到底有多大？一天到晚這個嘴巴都沒停過。小麻雀出殼的第6天，當時出殼的時候，這個瓶蓋對於它來說都是很大的鳥窩。短短6天的時間，瓶蓋已經裝不下它了。出殼第7天，身上開始在大量長羽毛了。以後一天一個樣子，變化特別快，而且眼睛已經睜開了，胃口特別的好，食物吃得很雜，肉蟲子吃的特多，所以長得好。出殼第8天，翅膀上的飛羽和尾巴上的羽毛都已經開始長出來了。小鳥一般情況下都是先長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。胃口越來越好了，半個小時不給它食物，它就張嘴要吃的。小雞飼料加煮熟的雞蛋黃，特別容易消化，營養也不錯，它的最愛呀。第9天的晚上，睡覺之前來看一下它，
發現它的羽毛又長了不少，不過夜裡面長得是特別快的。明天早上起來，我估計羽毛更多了，肚子上還是光禿禿的，所以我說幼鳥一定不能受涼。所以說保溫是一定要做好的，不然的話容易死。之前評論區說野生鳥並沒有築保溫箱，為什麼它們能活？因為母鳥就是它的保溫箱啊。出殼第10天，這個小伙子已經吃上消音器了。很明顯，一個消音器並不能滿足它的慾望。小型鳥的成長速度快吧，而且胃口是真的好啊。这個吃完應該差不多了。近距離的讓大家看一下它身上的羽毛，現在每天的變化都很大。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已經特別明顯了。